魏无羡心想，既然开了口，那就先把话说尽，于是坦诚道：“反正感觉很奇异就对了。我回去之后还苦恼，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，明明你又不是女孩子。哦，对，我还想象过亲别人，结果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。可一想到亲你就不一样了，感觉还蛮有趣的。”有趣。蓝忘机眸中的琉璃咔嚓一声裂开了一道缝。蓝湛，魏无羡连珠炮的说了这么多，破天荒的心生羞赧。他手指在背后绞紧，怕吓着蓝忘机似的，小心翼翼道：“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啊？”有趣。蓝忘机低涩的声音微微颤抖：“你觉得有趣吗？”啊，也还好啦。魏无羡看他这副样子，登时笑不出来了。你要是也觉得有趣，或者不讨厌的话，那我想一点都不有趣。蓝忘机撞开魏无羡的肩膀，往他怀里胡乱塞了什么东西，跑了。跑速之极，甚至让他忽略了自己这句话有点语病。哎，魏无羡朝蓝忘机的背影伸出手，却半个字也说不出来，半步路也迈不出去。你要是也觉得有趣，或者不讨厌的话，那我想告诉你，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他原本打算这样说的，可是那个小古板实在跑得太快，和他的吻一样，每次都悄然靠近，然后又匆匆离开，直到那身白衣融进摇摇欲坠的夕阳，远的看不见了，魏无羡才缓缓低头，手心里躺着一只小巧的白瓷盘，揣着满肚子温热的药香，一丝一毫都不舍得溢出来。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呀？蓝忘机在心里问自己。就像星河停滞，就像四季焦灼，就像浑身的血液在那一刻不再属于自己，透过你的双唇跑到你心里打了个转，然后胆怯地回到我的体内，里面融化着你的影子，从此辗转煎熬，永无宁日。他这样无声地答着，摘下自己的墨额。哦，对，我还想象过亲别人，结果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。可一想到亲你就不一样了，感觉还蛮有趣的。蛮有趣的。蓝忘机把折叠整齐的墨额攥在手里，端正的卷云纹被扭曲成了一种纠结的线条。所谓心事，要说与懂得你的、信任你的人听，否则宁可锁在心里，永不示人，总好过对牛弹琴，平白辜负了他。他脑子里想着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在树下跪坐了好一会儿，轻轻挖出一个小坑，把这条被魏无羡拽过2次的墨额埋了起来。埋好后，伸手把泥土压了又压，害怕那抹额会自己破土而出似的。压完了，跪坐半晌，才默默地走出龙胆小筑。自从那天在藏书阁撞见魏无羡之后，蓝忘机就像被谁下了禁言术，再也没有说过话，来上课的次数也变少了。即便来了，也只安静地坐在案前，听讲、记笔记，抬头低头的幅度很小，恍若一座岿然不动的冰山。其他世家子弟只觉得这位蓝二公子愈发冷漠了，凛凛不可犯。只有魏无羡一人头疼得要命。他那天说一点都不有趣，到底是讨厌还是单纯的觉得不好玩呢？魏无羡盯着斜前方那个挺拔洁净的背影，只觉得蓝忘机不看他，整个云深不知处都变暗了。你咕哝什么呢？等下就要提问了。坐在旁边的江澄用胳膊肘对对他。哦。魏无羡脑袋一晃，看了看端坐在讲台上的蓝启仁，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思绪不知又飞去了哪里。蓝启仁放下书本，准备提问，目光往讲台下一扫，在座的弟子们几乎都在闷头看书，能多记一点是一点。只有魏无羡支招脑袋看着他，一脸便秘的表情。魏婴，蓝启仁皱眉，你来回答第一个问题。坐在前排的蓝忘机垂下了眼帘。魏无羡如梦初醒，歪歪扭扭地站起来。前日讲过的汉诗，继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之后，又添韵律五岳之风。蓝启仁缓缓道：“你且先说出几首来，挑你最欣赏的说。楚霸王的《垓下歌》，汉高祖的《大风歌》，汉武帝的《秋风词》，还有李延年的《佳人曲》。”魏无羡答得心不在焉，眼神控制不住地往蓝忘机那边飘。虽说态度很不认真，但到底没什么错处。蓝启仁一时间搞不懂这孩子什么毛病，于是又道：“那么秋风词中有何名句？”这时魏无羡的目光已经完全落在了蓝忘机身上，他忧忧郁郁地望着那个故意对自己视而不见的人，越望越觉得遥远，
越远越觉得寒冷，越冷他的心就越往下沉，像湿漉漉盈满了水一般。半晌，才喃喃地说出一句：“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，不知是不是错觉。”他这一句言罢，蓝忘机誊抄笔记的手微微顿了一下。错了。江澄低着头，低声提醒：“这不是秋风词里的。”哼！蓝启仁站起来道：“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七夕假日还未到，你就这般耐不住性子了？”堂中一阵少年人的哄笑。